这饮料瓶到处扔，这帮孩子。哎呀，哎呀！ 我跟你们说啊，这片区域有闹鬼的传说，一般人还真不敢随便处理。这种地方只会激起人的两种本能反应，一种呢是恐惧，另外一种呢就是杀戮欲。哎，那你说是哪种？我觉得吧，应该是恐惧。废话，当然是恐惧了。正常人哪有那么多杀戮欲望？行了，赶紧工作。看完了，这边。 凌晨7点左右的时候，接到了学校校工的报案，报案人50岁左右。他说，在他凌晨6点半清理后山垃圾的时候，发现了这具白骨化尸体。学校的监控都看了，没有问题。我听说医学院的后陵有闹鬼的传说，平时没人敢进啊。我们法医室也有很多这样的传闻，我们不也照样工作吗？这里既然是医学院的话，那么这具尸体有没有可能是丢失的标本，或者是解剖对象什么之类的？也就是说。 这根本就不是一起命案啊！首先，任何一个正规的医学院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次，就算出现了，学校也会先排查报案。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命案现场。这想法虽然天马行空，不过还挺有趣的。但是你确定你不是来搞笑的？那你确实挺可爱。嬛嬛，开始工作。尸检这块就交给你们了，我再去监控室走一趟。死者呈俯卧状，头侧向右侧，左脸朝地，头颅已经完全白骨化。尸骨的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内衣，下身没有穿任何衣物。死者的左侧有一条黑色的内衣，死者的口中含着一团暗黄色的卫生纸。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捆绑的物件是一根麻绳。 除了腿部的少量肌肉和内脏风干皱缩以外，其他软组织就已经腐败殆尽，应该时间不短了。书上说尸体完全白骨化需要3个月的时间，不会那么长时间的。现在是1年中最潮湿闷热的季节，所有的潮湿热量都会聚集在尸体上。这里又是野外，昆虫很多。按照这个白骨化程度，大约估计有1个半月左右。 是那个电击连环凶手，是他干的。继续。等等，凶手用这3根竹签从死者的会阴处直接刺向了盆腔。足够深，应该是从子宫直接刺破，穿到腹腔，这应该是凶器。真是混蛋！竹签的前端应该是血迹，我们把竹签周围的东西都带回去查一查，万一能发现指纹。死者下手位置的泥土颜色加深，是血迹无疑了。什么人呢，会做出这么变态的事情？豆蔻年华，真希望死者不是这里的学生。不管是谁，在遇害前都不应该遭受这么变态的折磨。只是现在刚开学，又是雨季，现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想找到有力的线索更难。齐明，你在想什么呢？表情那么严肃。签名是他的，应该是他，但好像又不是他。那到底是不是啊？结束了。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廖哥醒了，能做笔录了。还真是个好消息。
死者的舌骨没有骨折，但舌骨大角的活动度明显增加，这说明死者颈部遭受过暴力，但这并不是致命伤，倒有可能是导致昏厥的原因。现在的问题是，死者身边的地面并没有挣扎过的痕迹。从耻骨联合面的形态可以看出，联合面平坦致密，沟脊已经基本消失，背侧缘刚刚形成，腹侧缘和斜面侧缘已经初具形态，这就说明死者的年龄应该在30岁左右。从牙齿的磨损程度来看，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年龄。现在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死者并不是在校女生，至少她不会是一个20出头的女孩。哎，学校的监控留档会保存多久啊3个月。我需要所有监控记录。啊，没问题。不过后龄的监控啊，放假前就坏了，我跟领导说了，但是领导放假了。那最近3个月到访记录总有吧？有。都准备好了。好，谢谢。可以收队了，辛苦了。辛苦了。哎，好，那我们去那边看看。行。哎，等等。干嘛？你看你，枯树叶都落头上。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这不彪哥不在吗？我怕有什么疏漏，只能以精补拙。怎么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总让我感觉不舒服。哦，他是学校的保安，帮了我们不少忙了。有没有什么新发现？白忙活一场。几点了？是不是该去看彪哥了？走吧。我们刚刚得到消息，在龙帆中学发现的女尸首里面也有这个删除键，我们就怀疑嫌疑人跟袭击你的人是同一个人。彪哥，目前只有你近距离接触过嫌疑人，换句话说，你是唯一从他手里捡回一条命的人，所以你的证言至关重要。我没有看清嫌疑人的脸和特征，但从袭击的速度和力量上看，应该是个年富力强的男性，身高在1.8米左右，但是体重没办法判断。嫌疑人目标明确，他攻击我，并不是想要我的命，电击才是他想要的手段，这是属于他的意识。那你觉得凶手为什么要把你当成目标？ delete 删除，大概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儿，让凶手认为需要纠错和抹掉，才会有这样的签名吧。不管怎么样，他袭击你，就是跟警方宣战，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姑息。对，彪哥你放心，我们一定将凶手绳之以法，为你报仇。哎，你说这话。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毛病，但是怎么感觉哪儿都不对呀？绳之以法，为你报仇。我是不是还活得好好的？你瞎说什么呢？行了行了，都忙去吧，啊！你好好休息。好。那师傅，我们先走啦。走了，彪哥。哎，再见。 张彪，我告诉你，这是我第2次看你受这么重的伤，躺在病床上，我不希望再看到第3次。明白。这次受伤，旧伤有没有复发？没有，挺好的。好。玉香，我有话想跟你说。
说。离婚那天，在民政局门口，你转身就走了。其实我一直都没走，我在等着你回头。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等着你追上来？我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对，死要面子活受罪。好好养伤。遵命。辛苦了，赵老师。您二位才辛苦啦，一整天都陪着我们统计在校人数，水都没喝上一口。应该做的。咱们学校没有失踪的在校生，这就是个好消息。总之，以后大家多注意吧。保安处已经下了死命令，24小时值班巡逻。行，那有事跟我联系。好的，您二位慢走啊。你慢走。走。关老师啊，你也辛苦了，早点去休息吧。主任辛苦，那我先走了。哎，拜拜。各位，这2个案子必须马上侦破。就现在掌握的线索而言，我建议啊，并案处理。还好彪哥伤得不重，我们要从他那里找突破口。先并案处理吧，等有了新的方向再讨论。法医这边情况怎么样？女性死者，结合现场和尸检的结果，我们判断性侵犯损伤导致的大失血是这位校园女死者的致命原因。死者年龄为30岁左右，尸骨腐烂程度显示，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5周前。30岁，那她不是在校生了。老赵呢，核实了全校的女性师生，经查证，全校只有7名女生在外实习，这7名女生已经打过电话了，剩下的全数在校。学校的监控出了问题，再加上最近是放假期间无人修理，所以我们在监控和出入校园的来往记录上，没有更多的新发现。如果要是社会人士的话，那搜寻范围就更大了。安然，继续。凶手在对死者行凶之前，曾扼其颈部，致其昏迷，这也就使得死者失去了求救能力，便于凶手将受害人拖入林中加以施暴。我们提取了死者的牙齿进行 DNA 检验，并入库对比，明天出结果。好，现在看来，受害者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遭受的非人虐待。希望我们能尽快抓到凶手。唉，死者只给我们留下一堆白骨，很多工作都无法展开。要是彪哥在就好。我相信彪哥就是一时钻牛角尖，他不是故意要隐瞒他的调查，又或许他是对你和你母亲有愧疚，想要弥补一些什么吧。我们法医的工作呀，就是从结果
推理出过程。动机呢，不应该让我们来想。你这是在抱怨？抱怨是一种无效情绪。各位法医老大，请你们快点吧！今晚好不容易说服老张给咱们加顿宵夜，再这么磨磨唧唧的，人家不接待了。顺便说一句，今晚我请客。这话说的才像个富二代呢。谢谢环环。哎，明明是我请客，干嘛不谢我啊？这还不简单？你问我们去不去吃饭，但是环环并没有回答你，这说明你之前应该就问过他了，或者说是你特意邀请的他，而他有个附属条件，那就是要把我们带上一起，所以我们当然要谢谢环环了。你看，真像了吧？就你话多，赶紧的。好了，你们先过去吧，我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就过去。好看，送给你。哇，好可爱的钥匙扣啊！不过你干嘛要送钥匙扣啊？这个是报警器吧？嗯，报警器？你不会里面安 GPS 了吧？我怎么会这么变态呢？是他自带的。哎呀，最近杀人犯多嘛，万一你遇到危险，我又不在怎么办？他刚好替我保护你嘛。那我就收下。来喽！谢谢老板。别客气，还有呢啊！好嘞。哎呦，谢谢老张啊，辛苦你了，这么晚还给我们加班。哎呀，哪儿的话呀！你们保一方平安也很辛苦，我就是尽一份心，体现一下咱们警民鱼水情。哎，这张老板可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啊！那当然了，林公子都给了15%的服务费了，我再不说两句好听的，那也太不懂事儿了吧！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哎，没见着秦警官，他是不是加班呢？他说他在收拾，一会儿就过来了。这也该到了吧？哎呀，非探视时间，打扰病人休息，你就不能顾及一下别人的感受吗？校园女尸案有没有兴趣看一下？还是没解，这小子干嘛去了？不用打了，彪哥给我发微信了，秦在他那儿呢。我知道了，是不是这小子发现什么新线索，要找彪哥单独谈？可他为什么要单独找彪哥？也许是知道了凶手的线索呗，毕竟彪哥是唯一一个从凶手手上活下来的人呀。那更要告诉我们了。不行不行，我得赶紧吃，不能让这小子吃独食，真的是。吃你的面吧，话那么多，人家要单独见面肯定是有理由的。这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了吧？也太不够意思。哎，你这有点上纲上线了啊！
这么的热闹，聊什么呢？有没有我这个小老百姓能听的呀？各位，黑森林公众号已经写了，说有一个警员遇袭，好像和几起连环杀人案有关系。这位遇袭的警察，不会是咱们队上的吧？不好意思，老板，我们有规矩的，不能乱说。老张啊，这个呢就是个无良公众号，他为了博人眼球啊，发了不少的标题党文章，您可不要轻信啊。我知道，现在啊，婚丧嫁娶丝符合这5字真言就能上热搜，那些个公众号啊，我都不信，满目荒唐言呐，那是满嘴无实话。不过受伤的如果是彪哥，那未必是个坏事儿，他跟李队的事儿没准能缓和呢。什么意思啊？就在我店里啊，那天店里人不多，李队的声音特别洪亮，我无意听到的。他们好像在商量分手还是离婚的事儿啊？什么？你们不知道啊？呀，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我赶紧走。确实有一点不容忽视。电击杀手的作案手法虽然独特诡异，我母亲的案子并没有出现性犯罪的行为，可这起白骨案很显然，凶手具有强奸和性虐待的行为。之前的2起案子并没展示出性犯罪特征，但并不意味着电击杀手没有性虐倾向，是个疑点，但不足以表明杀手是同一个人。也有可能是模仿作案，所以我需要更多类比。相信你之前也做了不少功课，我需要你帮我判断一下。标字的全拼后面3个7，电脑的密码，在E盘里有个隐藏文件，文件名是 X， 里面有我搜集的所有资料。谢了，不客气。我还需要你帮我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案子里会出现性虐待的行为？对于电击杀手来说，杀人过程没有偏差，没有犹豫，干脆直接，冷血果断。性虐待这件事情，完全不像是他的风格。电击和性虐的确不符合逻辑，也不是他会做的事儿。所以，死者遇到了2个变态杀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依你看，凶手的作案目标有什么样的共性？这个我还没有想清楚。好，那你好好休息吧，谢谢你的配合。秦明，你说话的态度和语气让人不舒服。是我申请调一段监控录像，秦明住院期间的监控。这怎么回事啊？我九表姨居然跟彪哥离过婚！哎，先不说离婚这个事儿，他们什么时候结婚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就是，我跟彪哥那么久，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不科学呀！是啊，有什么科不科学的？人家结婚离婚还要跟你们汇报啊？太八卦了。我们这哪是八卦呀？一个是关心自己的九表姨，一个是关心自己的师傅，有什么问题吗？又不是打听小道消息。我看你们俩怎么就那么像打听小报消息呢？秦明来得正好，快坐，快坐，快坐，快！跟彪哥聊怎么样？他帮了大忙。哎，有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或者说有没有聊别的事儿？和我家九表姨之前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吧？我跟你说。
喂，哎，我们在一块儿呢，要一块儿过来吗？那你等我一下，接个电话。秦明，你说人会变吗？会啊，但改变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每个改变都会有动因，只要动因足够强大，就会促使人们改变。我觉得你说的对啊，一个人要改变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你会变吗？比如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无时无刻在证明你是一个好法医，一个选择正义的好警察，永远不会伤害别人。这些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对不对？黑与白，永远都是对立的。做出了选择，我就会坚持下去。我相信你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改变了，可能是你并不了解我，新的发现让你误以为是我做出了改变。回家吧。秦明、安然，早。早啊！运气真的是件很悬的事情。大海里真的捞到针了。平时在 DNA 库里找匹配的人入海底捞针，这次啊，真给我捞着了。死者的身份确定了，是一个叫雪子的女性。雪子，不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讨论过的黑森林公众号的创始人吗？所以你说这事儿悬不悬？受害人雪子，原名黄欣，30岁，是公众号黑森林的创始人兼主编。10年前呢，是一位特别知名的情感作家，因为在网络上热议张养欣事件，成为了网红。后来得到投资人的青睐，便成立了公众号黑森林。黑森林创刊至今，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往往会出现10万加阅读量的爆款文章。在这里呢，我个人总结了3点特征：耸人听闻的标题，主观猜测的内容，再加上撒狗血的3观。可能喜欢学子的人和不喜欢学子的人一样多。林涛，你呀，回头再去一下黑森林公司，再调查一下。还有安然，学子的姐姐大约在半个小时以后到。我建议啊，不要让她姐姐看到学子的事故。明白。但是我在想，如果网民知道医学院后林闹鬼的一具白骨是黑森林公众号的创始人学子，那又会引起一波网络热议，这对我们警察破案可不是一件好事儿。各位，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说，我认为凶手可能另有其人，而且还兼具了目击证人，见到了这个所谓的电击杀手。不管他是1个人还是2个人，不管这个案件有多么复杂，我们首先要沿着死者的身份来进行调查。可是，如果这另外一个凶手有性虐的手段，那说明他很有可能会再次犯案，因为这是这类凶手的共性。都听到了吧？抓紧时间找到这个凶手。来，喝杯水吧。主任，你们都到了。这位就是学子的姐姐。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妹妹叫黄欣。
这个学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在自媒体平台上，学子是以知性女性的形象出现的。我们在努力打造一个知性公知领袖人物，以特有的角度切入社会热点事件。说说现实生活中的他吧。执行能力非常强，雷厉风行的。他知性的时候并不多，听上去挺像彩虹屁的。不过这就是真实的学子，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我们公众号粉丝量太多了，抄袭者、跟风者也都很多。所以我们为了保持现在行业领袖的位置，只能时刻保持危机感。但这个学子的压力挺大的。不过他有自我的解压方式吧，比如独自旅行。旅行？实际上，学子每年都会消失那么几次，彻底从人间蒸发，我们都联系不上他。不过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每次失踪前，我们都觉得他濒临崩溃了，但是回来后就是满血复活的状态。所以，前不久学子失踪，你们都没放在心上？不是这样的，这次学子失踪是我们的公司的一个活动。什么意思啊？最近我们公众号关注量和评论数都有所下降，这就导致一些广告客户选择了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也是没办法，于是就策划了2个黑森林特别活动，其中一个就是学子的失踪。黄欣姐姐，我们一定会全力侦破这个案子，早日抓到真凶。但目前，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尸体已经完全白骨化，所以无法辨认死者。这个是他的衣服。这是我陪他买的，这个是我陪他一起买的。我们做了调查，很遗憾，黄兴16岁左右的时候，父母因为车祸双双离世了。那后来是你一直在照顾他的生活吗？是他照顾我比较多，虽然我比他大4岁，但生活上，他更像一个姐姐。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有今天的成绩，完全是靠他自己挣出来的。所以在您眼里，她是一个非常懂得照顾人的妹妹，对吗？她太不会照顾自己了，她经常失眠，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我知道她很焦虑，所以每天晚上她要以喝酒才能入睡。喝酒？她喜欢喝红酒，她喝红酒是以迅速灌醉自己为目的。1个月前，他有没有过想要离家的想法？那天晚上，她的行李箱里装了2瓶红酒。你这次出去要多久？可能10几天，可能1、2个月吧，我也说不好。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没有啊，工作上的事而已。你该找一个好男人嫁了。现在要找一个好男人的几率，比我出门头被花盆砸还低呢。你放心吧，姐，等我调整好状态，我又变成学子了。现在我是黄兴，我也不喜欢这么软弱的自己。哎，等一下。都这么晚了，你还穿短裤，一个人在外面要注意安全，换上换上。我知道了，姐，我只是想逃离这个世界一段时间而已，你放心吧。知道。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了。照您这么说，黄兴会经常一个人出门，是吗？我知道。网络上攻击他的黑粉很多，所以他需要自己的空间，在他的空间里不需要任何人打扰，包括我在内。看来学子也挺不容易的呀。你们都看到他身为学子最坚强的一面，其实每个人都有 A、B 面，只是不愿意让人家发现而已。
这篇关于学子失踪的文章，居然是你们精心策划的特别活动。这也是学子的主意。那一天，他提着行李走进公司，特地给我们2个交代了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吗？我总觉得你粉丝人数那么多，万一这篇文章火了，真的有人报警怎么办？有人报警我就出现，出面解释这是一场乌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全民找学子，只要能报，我们以后就能过更好的生活，这没有必要再讨论了。第2个特别活动筹备怎么样了？进展顺利，报名人数超出我们的想象。很好。等我失踪之后，王者归来，再和黑粉面对面的好好聊一下。这2个王炸扔出去，广告商到时候一定会跪舔我们的。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拜托各位了。在我休假期间，千万别联系我。黑粉见面会，你们也知道，学子黑粉挺多的，他们经常发私信侮辱、谩骂，甚至是恐吓他。这要放一般人身上，早受不了了。不过学子不怎么当回事儿，他反而说这说明黑森林已经火了。对啊，黑粉见面会也是学子的创意。他说，与其让键盘侠在背后指桑骂槐，还不如当面和他自己对峙。本以为这些怕见光死的黑粉不会再出现了，没想到报名的人还挺多。大部分都是来看热闹的，真正敢跟他对峙的，也都是想出名的人。能不能把所有黑粉的资料给我们一份？没问题。关老师，关老师，喂，你好。你在找我？给你个机会，到这里来找我。
学子他利用了自己的休假时间进行炒作，并且他还和黑粉面对面的进行开撕，这2招真的太厉害了，热度、流量都有了，关键是绝对吸睛。这些黑粉的回复看了是挺让人心寒的，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不少。但我总觉得凶手不在其中。黑粉啊，我见多了，可黑粉杀偶像这事儿不常见。什么？好，我知道了。李队，怎么了？法医那边来了个消息，队长，医学院有位女助教老师在家中遇害，有性侵迹象。行动。是。这样吧，队长，我去和他们法医部门的人说。不过齐明和安然好像已经回家了，我打电话让他们去。我来联系安然，你去找秦明。那小子还需要找吗？这有尸体的地方，他一定会在啊。各位，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们看到秦明，并且找到秦明，必须立即控制起来。为什么呀？我没有在开玩笑，这是命令。行动。控制。11表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先工作吧，其他事儿一会儿再说。工作没问题，但是行面社也很重要啊。什么叫先控制他？为什么要控制他？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们2个遮遮掩掩有意思吗？我关心一下自己的兄弟都不行吗？行啊，要说着急，安然比谁都着急。秦明有可能和彪哥的事有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有嫌疑。不是，你们听的什么谣言都信了？说齐明是嫌疑犯，说齐明伤害了彪哥，这么鬼扯的话你们都信？我不信，我也不信。那不就成了？我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证据，也是我给李队打的电话，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是我举报了他。要说伤心难过，安然比谁都严重；要说信任，安然比谁都信任他。但我们是警察，就必须做警察该做的事情。先工作吧，干活。你怎么在这儿？性侵痕迹明显，我没有带工具，只能通过观察做初步勘查。接到通知了吗？回答我的话呀！我没有接到通知，却出现在案发现场。你觉得这不是巧合？你觉得我有问题？这说明你开始长脑子了。秦明，你跟我说句实话，彪哥的案子是不是与你有关？你想我协助调查，但你没有拘捕令，对吧？那你就先让我完成手头上的工作吧。你就在这里，我不会跑。让他做吧，他不会跑的。他目前还是个警察。行，兄弟，我不相信你会做违法的事。感情用事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大忌。虽然我不明白你这个所谓的兄弟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但我真心觉得你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刑警。既然你们觉得我有嫌疑，你们就应该把我当做嫌疑人。秦明，我们都相信你。我是沿着这边进来的，那我们开始吧。窗户外面有铁栅栏，凶手是不可能从窗户跳进来的。门锁也没有什么异常。死者在死前遭受过性侵，不过需要进解剖室，对伤口进一步鉴定。没有连环杀手的签名。整个案发现场只有客厅
有明显的打斗痕迹和血迹，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这个柜子上的血掌纹。这个不会是凶手的吧？这个血掌纹和死者手上的血迹范围一致，应该是死者的。我就知道，我们没这么幸运。或许我们是幸运的，有一个厉害的家伙会帮助我们，或者说是在利用我们。他知道凶手的情况。好了，我们做初步尸检吧。颈部有大面积切口，暴露了颈内容物，双侧颈动脉、颈颈脉，包括气管、食管，完全断离。颈部周围有大面积血泊，其中一部分血已经开始凝固了。额骨有明显的骨擦印，应该是粉碎性骨折。出血量巨大，尸斑非常浅淡，不易被发现。尸浆还没有在关节处形成，角膜还很透亮。死者的死亡时间，昨天晚上11点30分钟左右。你怎么知道？死者的手表指针不再转动，应该是和凶手在激斗过程中损坏了。上面的时间是11点27分左右。椭圆形的创口，没有创旧，应该不是常见的凶器。从作案手法来看，是电击杀手的可能性极小。不是他，这么肯定？就是他通知我来的。我采集到鞋印样本，除了死者之外，还有另一个人的足迹，鞋码是43码。关路未婚，屋内也没有发现其他任何男性的生活痕迹。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你是43码，但关路刚遇害不久，秦明没有时间换血啊。我没有怀疑他，只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不利于他，我就怕。我们先回局里吧，刑侦那边估计有一堆问题等着我呢。秦明，没事了。这小子干嘛呢？这是他个人习惯，他这样打拍子有利于他思考。思考啥？思考怎么应付审讯？看来得速战速决呀。就目前掌握的情况而言，彪哥案件，秦明的嫌疑最大。我希望我们所有人放下个人情感，专注案件本身。毕竟，我也不相信这是他干的。我去吧。不都说这小子聪明吗？我倒要看看，他离开了他的解剖台，他还能有什么本事？队长，我也去。一位优秀的刑警，是不会因为个人情感影响办案的。秦明，环境熟悉吧？作为一名法医，你也参与过一部分讯问和询问的工作。行了，老赵，开场白就不用了，咱们直接开始吧。哎，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刚才手在那敲，你在那琢磨什么呢？我是在想，他为什么要叫我去关路家？难道他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你指的这个他是谁啊？你别听他故弄玄虚，有没有这人还说不定呢。首先呢，经过尸检的初步判断，关路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在昨天晚上11点30分左右。那个时间段，我刚好在老张小处，林涛可以作证。咱们回去吧。老张，买单吧。好嘞。你确实有不在场证明，但初步判断不能做准。你是通过死者的腕表进行鉴定的，凶手完全可以处理腕表。假设凶手是你，你甚至可以对现场做手脚啊。那就等详细的尸检报告出来之后再做判断。我的足迹分析会证明我的清白。不过补充一句啊，你们的审问还有追问，确实挺到位的。谢谢。严肃点儿。我之所以会出现在那个地方，是有人叫我过去的。他用一个未知号码打给我，通讯记录里面有。手机来之前已经交给李队了，手机的密码
就是我来这里报道的日子。我认为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电击案的连环杀手。欢欢，查一下报道日期，解锁。明白。但请尊重我的个人隐私，只看通讯记录。毕竟你们还没有正式的拘捕证吧？缓缓，我来吧。的确有一个未知号码的来电，我明天去电信公司看看有没有收获。李队，我申请参加询问。秦明一直在回答林涛和赵队能想到的问题，他根本不给他们发问的机会，他保持在自己的节奏里。你去问，那能问出什么呢？他知道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那既然我们是明牌，就明到底，让秦明自己分析案情，帮我们完住这次询问。你让秦明自己去分析，他始终是个警察。去吧，谢谢。两位先离开一下，我想跟他单独谈谈。李队同意的。对不起啊，是我进了你的房间，看了你的黑板，还有你的电击装置，我把这些情况如实的汇报给了刑侦的同事。你不用跟我道歉，这是你身为一个警察的本分。那如果我们互换了位置，你会怎么做？当然是和你做同样的事情，然后站在这里，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呢？刚才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杀害学子的人和杀害关露的人是同一个人，但他应该不是电击杀手，但我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你是说，是电击杀手把你引到案发现场？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两种可能，一，他是在炫耀他的作品，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如果他真的想炫耀，至少应该会留下自己的痕迹。而对于性侵这件事情来说，本身就是画蛇添足。那第二种可能呢？他想帮我们抓到性侵杀手。他帮我们？没错，这个电击杀手高傲自大，他觉得他做的事情并不是犯罪，甚至是在伸张正义。而对于性侵杀手来说，他抱有极大的敌意。那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他为什么不自己解决那个性侵凶手呢？他是在玩一个游戏，而我呢，就是这场游戏里最关键的一个道具。他享受这种操控的感觉，在他没有玩够之前，这场游戏是不会结束的。所以他是在邀请你参与他的游戏里。他是想看看我需要多久可以抓到凶手，甚至说，在抓到凶手之前有没有被他解决掉。看到我挫败、失落，他会很有成就感。他是想证明他自己比你强吗？他是觉得我永远不可能斗得过他。这个凶手，他很了解你吗？那说一说彪哥的事儿吧。电击装置呢，是我在我母亲案子的资料里尽量复制出来的凶器。由于作案手法比较特殊，我这样做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对吧？彪哥作为受害人，他的证言最为关键。他有指认说，我就是袭击他的人吗？想必是没有。如果真的指认我了，那就不是单单的配合调查了吧？你有作案动机，也有作案工具。彪哥是你母亲当年那个案子的法医，他没有查出真正的死因，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隐瞒了自己的调查，所以这是一条完整的线索。推理完整，但只要没有我的口供，或者彪哥的指认，那这个推理也只是推理。如果你不承认的话，它确实只是一条推理。秦明，我想帮你。没人能帮我，这件事情只能靠我自己。差不多了，你们可以总结讨论了，我等着。
如果真如齐明所说，性侵杀手和电击杀手不是同一个人，那就解释了这段时间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真正的凶手是电击杀手，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得手的是性侵凶手。其实这个人已经知道性侵杀手是谁，而且知道关露已经遇害，所以他引齐明到他的游戏里来，这就解释了齐明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我还是那句话，把秦明昨天的出行时间表和检验报告拿出来做一下对比，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与关露案无关。齐明的嫌疑解除了，根据足迹分析，嫌疑人的鞋底足迹跟齐明不同，但他还是袭击彪哥的嫌疑人。坐。秦明刚才说了一句话，他说电击杀手让他参与到游戏当中去，是不是有可能电击杀手对秦明特别感兴趣？说下去。秦明一直在追查他，是不是说明秦明对电击杀手也很感兴趣？我不知道啊，我就是有点害怕，我怕秦明走火入魔了。主任，主任，您来了。我们部门的人都被你叫过来问话了，我能不来吗？都坐吧，都坐吧啊！我跟彪哥已经沟通过了，他无法确认袭击他的人就是秦明，秦明也没有承认，对吧？我们找到了作案工具，当然，齐明也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李队长，我这个人吧，平时呢只愿意管自己1亩3分地的事儿，刑警的事情啊，我实在是不愿意插手。但是秦明现在是我的人，所以说我有必要表达一下我的意见。既然没有证据，该配合的都配合了，差不多了吧？主任，我们是刑侦，这人有问题，我们就得盯着。这好办呀。安然同志，到。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一刻不离的给我盯紧了秦明，别让他跑喽。配合了吧？既然是配合工作，没有必要听他的职吧？可齐明是警察，他出现在了关露的案发现场，那就让他自己把自己摘出来。这件事情我已经向局领导汇报过了，局里边领导也是这个意思。李队长，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们是同事啊，对自己人总该有些信任吧？仔细的查看询问记录，齐明给的情况非常重要。是。散会。秦明，辛苦你了。你也辛苦了。这次你别怪我。陈主任是你找来的？这2件事我都没做错，我都是在尽自己的本分。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啊。如果你还有精力的话，那一起尸检吧。你的事儿太复杂了，得一件一件解决。走吧。现在是早上8点10分，开始尸检。别害怕，我们是来帮你的。死者头皮高度肿胀，触肢可感受到骨擦音，敲肢有破贯音，说明颅骨多处粉碎性骨折、颅底骨折。这样程度的损伤足以导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挫裂创口周围有镶边样挫伤带，创口呈星芒状，应该是锤类钝器多次击打后的结果。
死者颈部创口出血明显，是生活反应，这就说明这个巨大的创口是死者死亡前而形成的，大量出血也足够导致一个人的死亡。创口两角有7、8条脱尾，很浅。多次切割同一位置，导致出现一个巨大的创口，而创口两端也形成了多条皮瓣。死者左侧颈动脉有破口，刺创深达气管，伤到了声门附近的软组织。这种程度的伤害足以让死者失声。从动脉直达气管和食管，凶手的力度不小。会阴部有大量的穿透伤，同样导致大出血。大量穿透伤，如果尸检结果能够证明符合竹签刺伤的特征的话，那么就能印证你说的话，关路案和血死案是同一凶手所为。合并死因：颅脑损伤合并大出血导致死亡。等一下。竹签纤维。我们先去一趟现场吧，我怕黄文一个人应付不过来。你们继续吧，现场交给我和环环。彪哥，你回来了。陈主任跟我讲过了，现在人手紧张，我提前复工。那就辛苦你了。袭击我的人跟你的身形真的很像。彪哥，秦明已经在积极配合调查，现在没有一条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秦明当时就是袭击你的人。你不用护着他，是不是他我会调查清楚，无论是谁，我都不会放过。师傅啊！哎，我扶。干嘛呀？一回到现场，你只管吩咐，我全都照做，你别累着就行。撒开！我就受点小伤，现在已经都好了，让你说的我跟半身不遂似的。我不是关心你吗？哟，小嘴越来越会说了啊！走吧。哎，师傅，又怎么了？您真觉得秦明是袭击您的人啊？你觉得呢？我觉得不会，是不是您当时受伤了，产生了错觉？环环，我是老同志，但我不是老糊涂。这虽然背影身形都像他，但我们跟他相处那么久了，连陈主任都说了，我们要相信自己人。环环，咱们天天跟尸骨打交道，骨头能看透，但你敢说你能看透人心吗？在真凶没有抓到之前，他的嫌疑还是最大。师傅，您在想什么呢？你看啊，相关的物品摆放得当，在这里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一切都是在客厅发生的。所以说，凶手不是敲门而入，而是跟死者一起进入。难道说是熟人作案？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全湾区域没有任何搏斗痕迹。但是死者的血掌印为什么会出现在桌子上？死者穿着外出的衣服，却换上了拖鞋，会不会是？
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当时发生的状况。有点道理。但凶手为什么不在小区外没人的地方动手，非要进门才动手呢？也许凶手是想在关路家找什么东西，图财害命。如果凶手和死者是熟人，那对方为什么不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比如说医学院后面树林里动手，杀了人之后拿到钥匙，然后再入室盗窃？也许凶手是不知道关路家在哪儿，或者是不知道他是一个人住还是跟人合住，所以就跟着他，看看他家的位置，或者是他家有几个人。不排除你说的这2种可能性，但会不会还有第3种可能？第3种，凶手提前藏在房间内。我先说好消息，死亡的时间跟你们推断的基本一致，前后误差不超过半个小时。这个时间，秦明有不在场的证明。死者关路，24岁，医学院助教，家住医学院北侧同安里小区503室，两地相距1公里，步行10分钟。尸体情况如何？死者是合并死因，颅脑损伤合并大出血死亡。他的身上有多处的致命伤，凶手呢用锤状钝器反复的击打他的头部，而后再用竹签反复的刺激他的会阴部，导致其大出血。一个人要杀另一个人，会携带2种工具吗？也许是凶手早就想好了杀人步骤，也许是凶手对竹枝有什么特殊的癖好。竹签没有锤子能够置人于死地。总之，不排除凶手会携带2种作案工具的可能性。这跟雪子的致伤工具是一致的。雪子和关路都是单身女性，遇害前都遭受过变态式的性侵犯。但是死者的后背皮肤和皮下组织并没有挤压的出血痕迹，不符合性侵的特征啊。阴道擦拭物的检测显示，经斑遇史阳阴性。那也就是说，凶手并没有对死者进行性侵犯。其实性侵犯呢，不只是性器官的接触，有一些少见但是也非常变态的性侵方式也在其中。经查验，死者的会阴部有多处严重的穿透伤。这也太变态了吧！我觉得呀，应该是电击杀手在行凶的时候恰巧碰到了性侵凶手，导致电击杀手并没有得手，而性侵凶手呢看到了他的整个作案过程，又看到了濒死的雪子。但他没有施救，反而激起了他的变态欲望。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找到性侵凶手。我担心电击杀手会失忆私刑。根据已有线索，必须立即找到这个人，不管是谁，都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滥用私刑。现场勘验情况有没有发现？有，但还不足以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断定，不管凶手是谁，他对学校的环境非常熟悉。不排除凶手是在校人员的可能性。这关路老师啊，他刚进入社会，他身上还有学生气呢，他对这社会啊没有防备。他这人啊，对所有人都非常好，那尤其是我们保安室，他时常给我们来送水果呢。你知道我们这些当保安的，这社会地位很低，一般人不愿意搭理我们。那他不一样，他说他爸都是当保安的，就把我们当兄弟姐妹呢。这不到3天时间，就发生了2起命案，我这当保安队长的，我有责任啊！那个，您先冷静一下啊。你要不然就出去，要不然就坐下。你站在那儿很影响我食欲。生我气了啊？你呢，只会让我头疼，不会让我生气。你居然不生我气，是不是心里没有我？亏我把你当兄弟啊！行，那我生你气了，行了吧？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啊？我询问你，完全是尽我警察的本分。那你到底是让我生气还是不让我生气啊？嘿嘿，生气就说明把我当兄弟了。你们俩开小会啊？是不是生我气了？那你告诉我，我到底是该生气还是不该生气啊？谁别讲，
坐。进展怎么样了？官路的社会关系其实挺简单的，但熟人也不少，需要点时间进行排查。我有一个想法，说不定是对案情有帮助的。据报人称，他到关路家的时候灯是关着的。是啊，有什么问题吗？熟人来访，灯应该是开着的吧？啊，不对，不管是不是熟人，灯都应该是开着的。是不是凶手最后离开的时候关了灯？据现场勘查，在灯的开关上找到了死者的指纹。死者当时穿着便衣和拖鞋，那他进家门换鞋的时候，第一时间应该会先开灯吧？死者回到家之后，没有来得及换衣服，也就是说，案发时间应该是开灯后不久。那关灯的人一定是凶手才对啊！难道凶手是戴了手套吗？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不太可能。尸体大量出血，如果凶手戴着手套触碰了尸体，那一定上面会沾上血。用手触摸开关的话，应该会留下痕迹。我想啊，最准确的答案应该还在现场。那看来我们要再去一次案发现场。我看这个时间不早了，要不然我们先回家，明早再去吧。走吧。不对劲啊！真的是啊，走那么着急干嘛？难道赶着去和环环约会？我说的不是林涛。爸，妈，我们回来了。你看，这些餐具并没有被使用过的痕迹。菜还是热的，他们遇上什么急事儿了吗？这椅子都倒了。谁？你看见什么了？刚刚有个黑衣人过去。黑衣人？不会是那个连环凶杀案的凶手吧？凶手可能还在现场，我先带你出去。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开灯！啊 ！Surprise！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林涛，你有病吧？不对，今天不是我的生日。今天是。我连我自己生日都不知道，你又是怎么知道的？秦明找你妈要了你的领养书，费了好大功夫才查到的。我从领养证上查到，你大概是3个月左右被带到斗门镇福利院的。3个月前，你亲生母亲因为羊水破裂被送到了医院。生下你之后呢，医院还没来得及登记她的个人信息，他就偷偷把你带了出来。我查了那个婴儿的血型，跟你一模一样，所以今天确确实实是你的生日。那这个生日会是你策划的？不是，是我拜托林涛策划的。没想到，他还搞出来一个密室逃脱。那你也配合他演，太不像你了。他不是被你感化了吗？虽然我一直想知道我的生母是谁，但是我有我现在的爸妈，
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不过还是谢谢你。领导，你有完没完？不是我，会不会跳闸了呀？跳闸？怎么了吗？我在想，案发当天，关陆家是不是也跳闸了？在第一次现场勘验中，电灯的开关是处于充电状态。假设你的猜测没有错的话，凶手在作案前关闭电闸作案，行凶之后怕留下犯罪痕迹，所以又把电闸拉开了。那会儿凶手的手上应该已经沾满了血迹，所以很有可能在电闸附近我们能找到印记。清晰、新鲜，这应该就是犯罪分子留下的痕迹，这是重要证据。人为拉闸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也就是我们之前的推论。首先，死者提前到达作案现场，埋伏在这里。死者回家后开灯，发现灯不亮，以为是跳闸，然后换鞋。就当死者去检查电闸开关的时候，凶手悄悄地靠近他，突然攻击了他。死者因为受伤，所以手扶了柜子，留下了血掌纹。就当凶手想要再次发起攻击的时候，死者奋力反抗。但死者手无寸铁，体力不支，而被凶手一击击倒。凶手恐其不死，于是用竹枝对其下部发起了强烈的攻击。当然了，凶手当时戴着手套，而手套上面沾了血，这就让他没有办法去恢复电闸的开关。但他并不想让我们知道他提前到达过作案现场，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开关的问题。于是呢，他摘下了带着血的手套，用手恢复了电闸。虽然冒险，但他赌的是我们查不出他打开电闸和关闭电闸的伎俩。他认为我们不会查到电闸箱的头上。这样解释的话，关于灯的矛盾就全都解开了。提前关掉电闸，看来有周密的作案计划，说不定已经盯上周老师很久了。没错，肯定是熟人作案，而且懂得溜门撬锁的技术。那太好了呀，就大大缩小了嫌疑人的范围啊。秦明，棒。我们到医学院走访，了解了关于学校后林闹鬼的事情。2年前从学校论坛传出来的，散播这个谣言的人呢，是一个叫老大哥的用户。我们通过网监部门查到了这个老大哥的 IP 地址是医学院保安处。对，我们忽视了保安这个群体，其实，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还是把保安当成了我们的盟友。其实保安是最了解学校的地理环境还有监控情况，即便被拍到，也不会被怀疑的。熟人不排除保安群体中有人之前学过溜门撬锁经历。如果凶手
是学校的其中一名保安，关路是不会设防的。哎，李队，我还发现这2个死者有一个共同性，说说看。关路和学子，他们都是长头发、大眼睛、鸭蛋脸。你的意思是说，凶手在选择受害者的时候是有针对性的？我认为这是凶手的变态心理养成的过程。可是这2种相似度太过普遍，不具备参考性啊。锁定嫌疑人范围，凶手就逃不掉了。大家累了吧？我去给大家买点饮料。学子案发当晚，巡逻的保安都有哪几个人？啊，是我们保安一队的，有韩东、孟山、赵石，还有张大石和徐德来。关路老师案发当晚，他们都谁不在岗？他们5个都不在啊，其他人呢24小时在岗。学子案发以后啊，他们5个精神压力非常大，觉得自己有责任，就给他们放假了。这5人现在都谁在？张大使在，我叫一下。哎，大使你来一下。警官找你。队长。你好。我想问您一下，关路老师案发当晚，你们5个都在哪儿？那天晚上，我们都在宿舍。都在吗？韩哥他出门了，他说去趟医院。你说是韩东？啊，韩哥他身体不太好，他总去医院。韩东？我怎么想也觉得不会是他。为什么不会是他？就感觉呗，他虽然平时不太喜欢说话，但是跟我们哥几个关系处挺好，而且工作也积极，不像是个变态啊。变态可不会把那2个字写在脸上。他平时有没有什么癖好啊？没啥癖好啊，就喜欢出去瞎逛。啊，不过听说啊，他喜欢去那种据说闹鬼的地方凑热闹。或许，他是在寻找合适的施暴地点呢。去哪儿都没自家门口方便啊。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医学院后里闹鬼的这个事儿，应该就是由他传出去的。他会开锁吧？哎呦，听说他小时候就学过开锁，还准备拿这个当职业呢。前2天还在宿舍里面捣鼓他那锁呢。哎，这警官，您怎么知道这事儿的？他宿舍在哪儿？你在这儿呢。走。啊。哪张床是他的？啊，这个。这么多变态黄片啊！赵队，鞋底的磨损程度和分析对比相符。按理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这小子多少有点变态。我们在他的硬盘里翻到的不只是那些黄色电影，他对这个性虐待也是情有独钟。从病历诊断书上可以看出，韩东曾经下体受过伤，导致终身性功能障碍。所以呢？所以他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性行为。这又能证明什么呀？比如说，韩东长期处于生理需求而得不到满足的压抑里，那他只能通过性视觉的强刺激或者猥亵行为来满足自己的性兴奋。所以说，性虐待对于韩东来说是他得到满足的重要途径。你干嘛啊？这种话怎么能这么轻松地说出口啊？我们是在讨论案情，希望个别同志呢可以认真严肃地对待。他符合嫌疑人特征。请进。查到了，这个叫韩东的人曾经暴力殴打并囚禁过他的前妻，当地的执法部门留有记录。还有一个情况，他的前妻在坐牢，诈骗罪。来，2位警官喝点茶，谢谢。
要不是因为这门亲事，我和我弟也不至于现在僵成这样。你们看，我这只瞎了的眼睛，就是他亲手打坏的。韩东有暴力倾向吗？都是被他老婆逼的。他以前老实本分，不善交际，从来也不惹事儿，跟谁说话都客客气气的。说说韩东的婚事吧。5年前，我妈得了大肠癌，老太太就想着临死之前能让我弟给她抱个孙子。当时有个客人说他们老家有一对母女，他们家穷的连锅都揭不开。您好，说只要给3万块钱彩礼，谢谢啊，就愿意把闺女嫁过来。我们家胡林呢是初中文化，初中毕业之后啊，他就一直跟着我在家里干点农活。这孩子啊，平时也不太爱说话。他今年呢25岁了，孩子他爹啊去世得早，所以在孩子的事情呢都是我在做主。妈，我弟也不爱说话啊，那挺好啊，挺般配的，都不用谈。介绍人跟我们说了，只要给闺女3万块钱彩礼，他就过来。要不我们先给您5000定金，您看怎么样？3万，那介绍人可能弄错了，我们说的是13万。13万，再想想办法。我弟是做保安的，手里有那么点积蓄，可大多数都给我妈治病了。我经济条件也不好，只能借他5万。可我弟呀，可也不知怎么了，就偏偏喜欢上那个胡玲了。后来我们又借了6万，他们俩领了证之后，这钱也就到了赵秀兰的腰包里。很快他们就办了婚事。我弟每天起早贪黑就想着赚钱，赶紧还账。夜里还得想着造人，就想趁着我妈在闭眼之前，让她抱上孙子。可是事情完全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我回来了。你是不是该洗个澡了？这都1个月了。我想洗。那这碗筷你得。累。也不知道你都累什么了？你这一天到晚除了吃你就是睡。我不舒服。从结婚这么长时间了，我碰都没碰过你，我一碰你你就不舒服，现在连嘴都没亲过。不是，我妈她等着抱孙。哎呀，跟我有啥关系啊？你是我媳妇儿。你要是真不舒服，咱就上医院。你要真有病，我照顾你。我妈她没几天了，咱尽尽孝，让她老人家。哎呦，起来你！哎呀，我说，你有病吧你？我都说我不舒服呢。你有病？你脑子有病吧？我就有病，我就有神经病我。咋的？你跟我离婚呀？离就离。你说的啊？那你先把那13万彩礼钱给退了。不可能！你这一当保安的，这点法律都不懂啊？咱俩都已经同居了，彩礼钱我1分钱我都不退你。那你什么你？赶快滚出去！今晚上不许在床上睡。滚呐！你干嘛呢？滚！我滚！有病！你起来！人虽然是救回来了，我弟也废了。医生说，除非做试管婴儿。我妈听说这件事儿，3天人就没了。后来，我有个客人跟我说，这种事儿就是报警也没用。
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婚内强奸吗？人家胡玲啊，是正当防卫。哥，我自己家的事儿，我自己办。我弟呀，也不想报警，后来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了。你好，是你报的案吗？哎呀，是我弟呀，这都1个月没消息了，我是真怕出事儿啊！别着急，咱们先进去看看再说。哎，这怎么这么臭啊？这什么味儿啊？这是？韩东，韩东，胡玲，韩东。啊！怎么伤成这样？韩东，你干什么呢你？这都是他自找的。不是，你救他干什么？你们是不是有一腿啊？你疯了吧你？胡说什么呢？你们都欺负我，你们都和他有一腿是不是？你们都欺负我是吧？你先冷静一下。你们都欺负我！冷静点。你们都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韩东已经不是我原来认识的弟弟了。这个犯人的情况有点特殊，身心都受到过极大的摧残。胡冬雨30岁，曾化名为胡玲，她嫁过22个男人，每嫁一个男人，她的搭档赵某都会给她40%的彩礼钱。他们不是母女，是专门骗婚的骗子。这是人干出来的事儿。是我的事，有结果吗？我们这一次来，与你的案子无关。这次来找你，是想和你了解一下韩东的情况。韩东是个疯子，心理变态。现在提起他，我还在发抖。我不想聊他。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协助警方调查是立功表现。那你们想知道什么？从头说起吧，越详细越好。我跟赵蔚兰是同村的邻居，我俩都是寡妇，但骗婚的生意是他提出来的。还是老办法，不洗澡，不干活，别让男方碰你啊，以免怀孕。要是这男方还是不嫌弃的话，咱就装疯卖傻，逼他退婚。知道。其实韩东这种男人我见多了，一开始我根本就没当回事儿，谁想到结婚1个月以后，他飞来硬的。当时也是逼急了，顺手拿在桌子上竹签子，就扎了他那个玩意儿。韩东跟疯了一样，一巴掌就上来了，把我给打懵了。等我醒来，
你干嘛呀？啊！你给我松开你！你有病吧你！你给我松开！别开我的笑啊！这个是前面，还有我的脸。得亏有韩宇，还有那2个警察，要不然我真的被他虐待死。后来法医鉴定，我浑身上下有102处戳伤跟烧烫伤。我现在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他的笑。我真的很庆幸，我庆幸我现在被关押着。我怕出去他会找到我，我害怕他会找到我。竹签，他用竹签对受害者实施性虐，很可能是报复他的妻子、婚姻和不幸的生活。韩东在买气后遇到了骗婚团伙，遭受了情感和生理上的双重打击。我认为，这是韩东的作案心理。目前为止，我们联系不到韩东，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可就是没有他的线索。畏罪潜逃了。我们正在调查学子的案子。可这家伙又做了关路的案子，你觉得这是畏罪吗？你的意思是他已经在寻找下一个目标了？我担心的是，他已经找到下一个目标了。都是长头发、鸭蛋脸、大眼睛。我们那天在医学院后林出现场的时候，韩东在不在？黄文和安然怎么还不回来？不可能吧？是我。出事了！快快！我刚去洗手间，我让安然在停车场等我，结果我到的时候人就不见了，然后包还在地上，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如果安然出现了，我一辈子不会原谅我自己。没事没事，我们队，别怕。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给黄河路口过，我们去看监控，走。没事没事。人呢？就这么消失了吗？还有别的画面吗？这个位置是监控的死角，看起来这个人很了解我们监控的布置。调出车辆进入医院前的画面，前后半小时内所有车辆的出入情况一并调出来。没问题。李队，环环口供录好了。好。千明，你放心，除了救护车外，这个时间段的民用车辆一共13辆，其中有9辆在监控的可视范围之内，能够拍摄到驾驶人的画面。还有4辆，其中2辆在出事前离开的医院。意思是这2辆最有嫌疑。马上去查另外2辆车的信息，联系交通部门，我要所有路口的监控录像。好的，好。等我抓到他，看我怎么收拾他！你能不能别意气用事？你还能忍？啊？你是不是男人啊？我告诉你，到时候谁都别拦我。其中1辆车在市里，联系了车主没有问题，另外1辆车出了城。
条路分往2个方向，一边是青岩市，一边是三湖市，没有监控。这人很聪明，走都是小路。那现在怎么办？多1分钟11倍就多1分危险。你说这些我都知道。我需要冷静一点。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兵分2路，我和领导走这边，我走这边。是不是搞错方向？没看到那辆车啊？停车。怎么了？你还记得巨人关的案子吗？哎呀，当然记得，那是我们第一次联手，我这辈子都忘不掉。医学院后林、荔枝园、南城鬼谷街城市废墟，还有安水桥下的排水洞。然后呢？这4个地方都是传说中有鬼的地方，就是那些所谓的都市传说。大哥，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信这些鬼传说啊？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吗？越是这种地方，越容易激起人的犯罪心理。韩东不是对这些地方都很感兴趣吗？随着他作案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会变得越来越偏执，对作案的地点也会有所偏执。这次与关路案不一样，他是做了计划的，是一次标准的狩猎行为。既然他用了车，那怎么不会选好作案的地点呢？你有把握吗？这一次真的全凭直觉。走。就那辆车，分头行动。别动！别过来！韩东，你逃不掉的，放开人质！我知道我跑不掉，我杀人了！来啊，开枪啊！你过来啊！来啊！好，来啊！对，疼成这样才爽嘛！混蛋，再来你！来啊！又类似弱，往上挑。他不会很快死，但最具痛感，他会生不如死。好，你不是法医吗？我相信你。没错，但你要记住，动作幅度越大，他会越痛苦。好，我没想到你也好这口啊！那我照你的做好不好？我们来一块享受一下好不好？3，撞头！别开枪！别
刺得有些深，不知道有没有伤到内脏，但失血过多，你要保持清醒。林涛，带着他去医院。好，走，老实点。疼！竟然突然太疼了，我也得见医生。别说话，老实点。石表姐，你怎么样？失血过多，轻度昏迷，快点吧。